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陈金辉委员、陈凤馨小姐。好，那么美国跟伊朗终于宣布达成协议了啊。不过呢，正式的协议在19号在瑞士签署哦。那现在在网上啊先签啊，网上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呢全面停火60天啊，60天呢好好谈判啊。那主要3个重点：30天里面解除海上封锁，60天要暂停石油制裁，240亿美元要这个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要解冻啊。以色列很生气，什么烂协议哦？美国伊朗签的什么烂协议？那川普之前曾经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你不要再给我捣蛋了，还讲那个3字经，不是我的话呢，你现在就关在监牢里面去了。哦，你还能当总理啊？因为他有案在身哈。那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说，我们还会持续留在加萨、黎巴嫩、叙利亚3个地方。所以呢，他的国防部长也说，不会撤出占领区，我们要无限期要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加萨走廊。这我们占领的地方，我们怎么可以轻易撤退？还是要占领啊？那以色列呢，担心川普跟伊朗的初步的和平协议，让德黑兰又复活了哦。那担心这个伊朗的压力减轻啊，而且伊朗呢这个说不发展核武，他担心这个承诺会不会做得到？那担心跟美国的这个关系破裂啊。那另外呢，原来是希望这次能够彻底改变中东哦，重创或推翻伊朗政权，而且呢能够跟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建交，就现在看起来都没达到啊。那以色列影响力也受到这个限制了。那他在美国的国会跟民意的影响的能力降低，他就搞这次打仗就是以色列去打的，搞了半天搞这样的结果哈。那另外呢，他希望啊这个部分港口封锁持续，但显然川普不同意啊。那另外原来传出来说美国等等他们要投资3000亿美元哦，然后去重建伊朗的这个被破坏的这些地方。那川普说是假新闻，没有这个事情啊，真的没有，假的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那另外，伊朗说将来还是要对荷木兹海峡船舶收费，不过他说我的收费不是通行费，是说我们如果提供他某种服务要收服务费，那什么费细节现在不清楚。北京也发言了，希望荷木兹海峡尽早自由通行啊，不要影响到天然气啦、石油的这个运输哈。那另外呢说，因为这个协议算是一个薄弱的，川普现在只希望能够止血。赶快停了，马上要集中选举了。伊朗呢，筹码反而增加了。伊朗就是美国该胜未胜，伊朗呢也不算失败，大概可以这样讲。《纽约时报》说，以色列1年跟伊朗打仗打了2回，结果也没得到什么。哦，这个战争搞了半天，不是白打了吗？哦，得到什么东西呢？哦，好吧，我们看一下。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后，双方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美国副总统范斯15号接受 ABC 专访时透露，美伊其实早已完成协议签署。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范斯表示，美方本周将公布协议全文，并强调预计周5在瑞士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会导致任何被冻结资产被解冻。We're willing to give significant sanctions relief if the Iranians make the kind of long-term commitments that are necessary to be a normal country. 不过，协议才刚签完就立刻面临考验。黎巴嫩真主党宣称向以色列部队发射火箭炮弹，而以色列也重申将持续保有对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另外，由于目前达成的只是框架性协议，双方未来60天内还要展开进一步谈判。而以色列和真主党现在是否能真正停火，也成为和平协议能否顺利落实的最大考验。老沈，川普就是说我们达成永久的协议，永久不再开火，你觉得有可能吗？难说了，看你怎么定义。我觉得战争没有赢家，但这次从部分外泄的这个 MOU 的内容看来啊，我觉得川普是2个输家中的输家。啊，你看重要的几点，第一就是说这个全面永久性的停火，这个伊朗赢了。第二点，不干涉内政，所以川普说要颠覆他的政权。所以这一次这样讲，伊朗赢了。第三，不干涉伊朗未来飞弹的发展，伊朗赢了。好，那荷木兹海峡要通啊，怎么通法？都快要通啊，收不收？可能是会不收费。这个呢，我觉得
两个都小输了，因为本来荷姆斯海峡打仗以前是通的，也不要收钱所以现在就算再通也不是收费，就是回到原状。那这个过程里头，谁比较倒霉？我觉得这个伊朗是靠卖油赚钱的，这个老美，尤其是他的朋友们，都是要掏腰包买油的，所以两方现在经济上都面临了很严重的这个后果。伊朗是全国性的经济崩盘，是全国都很穷穷到它的通膨是89%左右。那老美这一边呢，其实全国的性的还撑得住，但是在消费层面每个人每天到加油站掏腰包去付油费的时候，油钱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口袋越来越紧所以两边加起来就是都到了被什么逼呢？都被钱。所以从这次的这个过程100天到现在的结果，你可以领悟到钱是很重要。你知道，你看起来好像是油重要，其实是油背后的钱很重要所以大家现在后来，川普开始是拿棍子打他，好像黑道打对手一样打棍子打完以后，拳打脚踢，打得半死。你看过电影没有？还不够，再把它翻过来，身体再把它翻过来，再打一顿，再翻一次，再打，就差一点没打死那没有打死，没想到伊朗爬起来了，按喉咙给敲住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马上回手，你在这个海湾的上游封锁，我在你的出口外面封锁，封锁再反封锁，所以你掐住我的喉咙，我也掐住你喉咙，两边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现在不但是钱快崩盘了，现在是变成缺氧了，所以卖这个氧气筒的没钱收入，在加护病房需要氧气的病人也快要死掉了，所以两边都不行了，所以两边都不得不让步，好，就让氧气继续流通一下。所以这个暂时性的是不得不然，各取所需。但是总体来讲，现在就有一个大尾巴。那你刚才讲说那个3000亿要协助重建，现在川普当然还没有签之前，当然说这是谣言，说不定这个有几分味道在里头，因为这个是留下2个大尾巴，当做后续互相拔脸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川普原先给老百姓、给美国人民交代的，就是说我要处理那些浓缩铀，现在这些浓缩铀没有办法到手，虽然一度传言说伊朗愿意交出来在什么地方销毁可以讨论我觉得要伊朗交出浓缩铀的困难，就好像金小胖要让北韩完全脱核一样，我觉得是非常困难。这是伊朗这个保留它的命脉最后的筹码。那也许老美就说你现在很穷需要重建所以3000亿、800亿、4000亿当做重建基金，也许这个浓缩铀可以用钱给它买过来。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变成两边这个叫交手然后讨价还价，就是没有结果的一个借口。所以总结来讲，这个100天的战争美国亏了，那伊朗当然也亏，但是伊朗这个亏，它可以撑得下，但是美国的制度不一样，我觉得伊朗能够撑得下的，美国未必撑得住。所以美国要期中选举，他有选举，伊朗他反正就这个样子，你包括偷杀了儿子继续来干。不过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3000亿了，基本上也是个赚钱的机会了。就对老美来讲是重建，他里面捞钱。乌克兰他也讲过他说将来乌克兰我也要去重建了，对不对？那个缅甸那个时候翁山书记刚被放出来的时候，5星级饭店不多，满满的，我很多认识朋友都跑到缅甸去，这有点像2次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对，认为说他可以从这个里面赚钱了，就他绝对不是免费帮你重建了，川普就被干这个事情了。声称自己打赢而愿意出钱的例子实在是匪夷所思了。好吧，这个放心。我们这边其实有几个，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包括 Vance 他今天在台北时间早上接受美国 NBC 的专访，然后还有川普呢，他昨天自己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然后讲了一些细节。那我觉得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些内容的话，第一个签
会不会签？应该已经签了，只是说要在礼拜五的时候在日内瓦有一个签署的仪式。那么整个签的那个内容当中哦，赫姆兹海峡开放要不要收费？今天 NBC 去追问这个 Vance， 那 Vance 的回答闪闪躲躲，说会自由安全的航行，但是没有否认要收费。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他不会收通行费，但他可能收一个什么管理费啦、服务费啦、清洁费啦，类似像这样子。那光是从不收费的自由的赫姆兹，现在变成了一个可能要收费的赫姆兹，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来说，它的影响就非常的大。核浓缩铀的部分哦，昨天其实川普自己主动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他里面要讲了一句细节，他说那个浓缩铀在伊朗就可以稀释到他完全无法建核武。请注意，他这次没有讲说他要核浓缩铀运到美国，而是说他可以就地稀释。而目前传出来的消息也是就地稀释，没有要运到任何一个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但现在的争议点是在于如何建立那个监督机制，是联合国呢，还是由海湾国家来建立这个机制？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关键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其实你只要看这中间的几个，包括了巴基斯坦，还有包括了卡达，他们透露的讯息都是一样的，会有这3000亿美元，可是是由海湾国家来出钱。好，那你从这几件事情，就争议最大的，那我们就不讲其他什么制裁啦、什么冻结的资金啦等等等等的。从这里面你来看，美国得到了什么？美国什么都没有得到。美国只是重返了2015年的时候，当时奥巴马签的核协议，甚至于更糟。因为那个时候赫姆兹海峡还没有拿进来，然后收费或不收费的问题。可是第二个部分是啊，其实伊朗刚刚大佬一直说伊朗的这个经济崩溃，其实伊朗经济并没有崩溃。那么而且伊朗的民众其实会发现他们的团结度反而是提高的，而且这一次呢，跟2015年最大的不同点是，2015年伊朗是由开明派负责来谈成，强硬派里面还有很多的反对，可是这一次是由强硬派谈成，谈得比2015年还好，所以现在伊朗反而是强硬派当家。那么，所以被形容叫做新伊朗，因为他们发现一场战争，他们固然损失惨重，可是他们要到了很多大家很难以想象，比如说冻结资金的部分，比如说制裁的部分，比如说核浓缩铀的部分，比如说赫姆兹海峡的部分，这都是过去伊朗所难以想象的，但他这次都要到了。其实对于他后面的经济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我举一个指标，你知道昨天呢，伊朗的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开始通知他的亚洲客户。那么，因为他们卖石油的方式都是用期货的价格，然后呢，溢价可能加1块钱、2块钱到10块钱到15块钱。伊朗上个月卖给亚洲的这个油是期货价格加13美元。他说，从7月开始，我卖给你们的油是期货价格加7美元，他现在要抢市场喽，表示他对于他自己的石油出口已经非常有信心，所以提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通知。但最重要的是，海湾国家现在心里头怎么想？我被打，我因为有你的海军基地，我被打，不但没有安全，我反而被打了。然后接着我被打完了之后，我还要出钱。然后，所以你美国打完了，对你美国不出钱，所以川普说假新闻是说美国要出钱，美国当然不出钱，可是海湾国家要出钱。那海湾国家被打了又要出钱，你认为从此海湾国家还能信任美国吗？所以新的中东情势已经形成了，而这个新的中东情势将是一个美国再也无法主导的一个新的中东情势，所以以色列特别的紧张。那么以色列其实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时候，他大力的称赞习近平，大力的称赞普丁，然后呢说内塔尼亚胡太难搞了。你知道他称赞习近平这件事情，凸显了他心里头的那个 power 的那个原则。他怎么称赞法呢？他说这是习近平在这个伊朗的事情上面没有刻意来跟我作对。他说你知道吗？当我封锁伊朗的时候，如果中国大陆派20艘的驱逐舰，然后去护送他们的油人离开伊朗的港口，那中美就要开战了。可是习近平没有做这样的事。他说习近平没有做的事情，确实是习近平不会做的事情，但是是川普会想到的事情。可是他认为习近平有这个能力而不去做，所以他称赞习近平他有实力，可是他不用他的实力。所以好，我这边最后具体的来说，
当这个川普呢，连以色列都能够丢包的时候，请问一下，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敢说在美国心目中比以色列更重要？第二个部分，油价未来会怎么走势？我先讲一个结论。短期会震荡，因为各国呢的储备原油会急着要赶快补库存，但是长期来看，今年供给大于需求300万桶到500万桶，最终会让油价回到战争之前，但是可能时间要花4-5个月以上时间。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端午节要到了，赖清德到关渡指挥部慰勉官兵哦，反正去就发家财金了啊，而且去看这个复仇者飞弹的这个车子这个叫复仇者飞弹车，看他的演练啊，由这个顾立雄、吴钊燮陪同啊。那另外呢，也到松山雷达站啊，而且他今天宣布7月要成立无人机中队，有个无人机中队。那另外呢？又在提国防特别预算被删，我不会放弃。其实不是已经通过了7800亿，如果加上原来600亿，就8400亿，只是这是老美要的了，哦，老美卖的，台湾的你就编常态预算就好了，并没有删你啊，你编在年度预算就好了。因为他一直在强调，哦，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呢，这个7月啊，刚刚讲啊，要编一个无人机中队哈。那另外呢，陆军官校。哦，这个校庆哦，所以呢 ，M1A2T 的战车的海马斯都亮相。陆军的司令现在叫司令了，以前叫总司令，以前总司令是上将，现在空军、海军、陆军都是中将，叫司令啊，把那个缩编一点啊。他说，军人是要这个训练军官保家卫国哦，而且不是士兵。当然，军官官校怎么培养士兵呢？也不是会赚钱的董事长。也不是有名的企业家啊，就是要保护国家、保护人民的军人啊、军官啊。看一下，复仇者飞弹瞄准目标，准备发射。负责协助首都卫戍的关止部后山营区，端午节前夕迎来总统世道。真的辛苦了，因为他们同时也要负责元首的反斩首任务。毕竟共军入是从淡水河口登陆，关止部首当其冲。各位弟兄姐妹也都肩负台北都会区的防卫重任，透过全天候编组的淡水河防战备以及台北战斗队，执行反渗透、反特攻以及反突击的任务。守护区域安全，要做的是包罗万象，而有虎啸部队之称的关止部，接下来还有新任务。就在下个月，关止部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刚刚我也看到，在这个月初实弹射击成绩优异的 Arti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这充分展现出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科技的具体进展，为的就是要提升关止部的防卫量能。而总统在来之前也特别到阳明山上的松山雷达站，该营区同样肩负防卫重任。只要北台湾有共军或共检靠近，都靠他们通风报信。总统送上加菜金，这也是继2021年前总统蔡英文逝倒后，再有元首登上海拔1214公尺的松山雷达站。来，金惠委员，他到关止部，我觉得意义重大啦，因为我们看以前的案例，有可能未来不一定是大船大炮就登陆，也可能是无人机、小艇或者是特务等等的。我们之前有看到有一些案例，不过我想反映的是一些基层的问题。我举我自己的例子而言，因为我是做人工生殖，所以我很多的个案是双方都是职业军人，或者是单一方。那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遇不到嘛。那他们也是非常的任劳任怨，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排这个疗程，还要去配合他们的值班的时间，演习什么的绝对不可以排。那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
赖总统说以后让你们先坐商务舱，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就说他们连放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一是加薪水，第二说他希望他休假的时间都可以充分的得到休假，而不是这样子一直累积假，可是好像是无穷无尽的，这才是真正他们需要的。当然赖总统去发加菜金，这个过年过节是他例行的工作，可是我希望我们帮军人加薪的法案，他现在是不附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从第一线听到他们的心声，他们就是需要钱，第二他们就是需要假，他们需要休息。那第二点呢，我是想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第一线他们遇到的困扰，就是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事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所以我们才会发生说金门，比如说有无人机侵袭的时候。但是呢，下面的人又说我们要备战，不求战，我们不能升高冲突，才会发生自发性的用石头去丢。也许你有给他们足够的装备，但是你的指令非常的不清楚，以至于你在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或者是可不可以强力的做出一些反制的动作，你让第一线的官兵陷入困难的题目啦。那再不敢把它打下来了，只敢用石头丢了这样。对，那再来我们就要讲，我们这几天也是因为看到，比如说乌克兰的状况，或是有一个电影叫做《抢救雷恩大兵》，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探案作战是最激烈的，因为一开始就会受到最猛烈的火力啊、炮击啊等等。可是呢，之前我们是让后备去做这件事情，叫探案守备旅。所以当时呢，我们会发现，可能只有训练4个月的这些人，他们最后是被放到第一线当沙包，他们是最年轻的，训练最少的，装备最不足的。那结果他们有一些检讨，所以现在4个月的改成是当1年的。但我相信在座很多男士，你们也知道说，当1年、当4个月，他还是手无寸铁，但被分派到这个探案第一线去做这个抵挡，那应该要怎么办呢？我是希望赖总统可以正视这些士兵、军官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到底在哪里。老沈就是当1年，我就当2年，我看你当多久？2年。2年，好吧。这个来，我看你看怎么样？我两题一题讲啊，因为刚刚前面这个凤仪姐跟大佬在讲美伊战争，我一直很关注，就是我们本来跟卡达买的那33%的 LNG， 因为卡达它生产天然气比较便宜，那从今年的2月底开始美伊战争之后，我们就没了。那因为没了哈，33的来源，再加上说它原本我们长期订契约，它成本比较低，我们后来去调货的 LNG 船呢，一船是多10亿台币。所以算一算，我们多100-200亿了。那现在如果美伊战争能够真的画下句点，然后打开荷姆斯海峡，不管后续有没有收费了哈，卡达能不能再卖回来？可是它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哈，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后续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发电的成本。500还多，500艘船在那个地方啊，都载了油，载了什么船的问题，而是它的那个生产基地受损，它要修复大概那个时候伊朗到处打嘛，卡达就算它现在已经载了油的船都出来，都要很久时间。那是油，就是国际油价应该不会再上涨。可是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台湾50%的发电来自于天然气，那一定透过 LNG。那所以我们原本1/3是跟卡达买，那个价格现在目前多出来，那个一船10亿要多到什么时候？这个值得关注，看经济部怎么讲了。第二个就是在讲这个官职部，官职部是虎啸部队，为什么赖清德总统去哈？因为官职部它有3个反哈，反登陆、反突入、反斩首。反斩首那么远，反正有对啦，因为显然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军的备战心态还是第一个，就是刚刚金辉讲的这个歼敌于滩头。于滩岸，你来了以后，你登陆我把你打掉。所以呢，除了相关的部队，官职部也会去帮忙协防之外，第一关如果被突破了以后，他可能船不是直接在桃园或者是北海岸这边台北港那边登，他是直接开进来。那以前还没有台北大桥，现在多了台北大桥，整个战备会变不一样。那以前第一个遇到的桥是什么？是关渡大桥。所以官职部就在关渡大桥周边，它有制高点，它有机炮、迫击炮。如果解放军的船真的进来了以后怎么办？打它。打不掉，已经这个部队都上来了，已经登陆了怎么办呢？把关渡大桥给炸掉。好，焦土政策，第一个叫做反登陆，第二个呢反突入。你不要让他部队沿着关渡平原往总统府的方向走。那第3个呢，就是最后不可以到总统府，就是反斩首嘛。那以往我刚刚讲就是机炮、迫击炮，那个船就是说，一定是登陆跟船这2种而已。可是现在官职部这次赖清德总统去的时候，他特别展示。
可能怕大家不知道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无人机以及防空接战的，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只有船跟人会来，你可能无人机会来，所以我们这边有无人机部队，我们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所以等于是一个火力展示啦。那也就证明了，过了30年了，好，我们认为解放军登陆最大的热区、最可能的地方，还是在淡水河口这个地方，还是被视为是国军认为的。我是不解哈，如果老共你自空自海反登陆嘛？自空也没自成，自海也没自成，登陆了，然后沿着淡水河，你总统还留在总统府啊？早就跑了，躲到那个什么其他地方，要不然到高雄也可以啊。我干嘛还在台北等你来到总统府给我斩首？我觉得那个想定有点奇怪。休息一下再回来。